女儿生病，我们正排队时，一个男人推着轮椅强行插队。我出于医生的本能，好意提醒：“先生，请您按序排队，不要扰乱医院秩序。”男人回头更加张狂：“哪里的畜生在这狗叫？排队？你知不知道我妈今晚的手术有多重要？今晚8点，全球最顶尖的专家给她主刀。你这种小人物也配跟我说话？”我闻言笑了。巧了，全球罕见病协会求我亲自操刀的那台手术，也是今晚8点。赶紧滚开！耽误了我妈做检查，我让你女儿来陪葬。男人推着轮椅，故意撞了我一下，小腿被金属轮子狠狠磕了一下，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下意识把女儿往怀里搂紧了几分。我皱起眉：“先生，不能插队，这是医院的规定。更何况这家医院的规章制度是我一个字一个字起草的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里的规矩。”可男人露出一个极其不屑的表情，他猛地甩开我的手，顺势在我肩膀上推了一把。什么狗屁规定？我就是这里的规定。别说插队了，就算是弄死你，一条贱命也值不了几个钱。他说完就要推着轮椅走，我没松手，我的手指死死扣住轮椅的金属扶手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轮椅上那个老太太被我这么一拽，身体歪了一下。我盯着黄薇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贱命？难道别人的命都贱？只有你的高贵，给我老老实实排队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”我话音一落，男人直接大笑起来，那笑声又尖又响。叫啊！我看今天谁能管得了我！我挺直了腰杆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他们管不了，我管。”这话一出口，围观的病患家属中爆发了一阵呼啸。我没听错吧？他管？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就是，家里没镜子吗？也不知道照照自己什么德行。这娘们儿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黄薇、黄董他也敢得罪？他恐怕还不知道黄董的本事吧？在咱们京市，那可是只手遮天的人物。听着这些话，我一脸懵。黄董很厉害吗？我在京市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在国外也接触过不少所谓的社会名流，可这个名字我真的从来没听过。正在我努力回忆的时候，黄薇得寸进尺地往前跨了一步，我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听到了没有？在这儿，我说一不二，识相的赶紧滚开！他骂得口沫横飞，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，但我这人偏偏就是轴得很。从小到大，我认定的事没人能改变。我直接脱掉那只被吐了痰的鞋子，拎在手里，然后一扬手，啪，鞋子不偏不倚地扔在了黄薇的面前，落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。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会这么做，包括黄薇自己。我一只手死死地抓住轮椅扶手，声音平静得像在念病历：“我不管你是黄董还是绿董，只要进了这家医院，生命面前人人平等。你这样插队，就是占用别人的医疗资源，所以，请你立刻去队尾排队。”我说的义正言辞，没有半点可商量的余地。黄薇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她松开轮椅，拿起巴掌就朝我扇过来。就在巴掌即将落在我脸上的那一瞬间，轮椅上的老太太一把攥住了黄薇的手腕。“儿子，不要打人。”她的声音沙哑而虚弱，像是一台老旧的机器在艰难运转。打人是不对的。老太太穿着雍容暗红色的绸缎外套，金项链，翡翠镯子，浑身上下都写着有钱2个字。她虚弱地轻咳了几声，抬起头来看向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种慈祥的近乎可怜的神情。“姑娘。”她的声音软了下来，“我老太太没有几天活头了，你就当看在我可怜的份上，让我先做检查，行吗？”我犹豫了一瞬，低头看了看叫号屏幕，又抬头看了看队伍的长度，只有6个人而已。我重新看向老太太，语气尽可能温和地说：“老太太，现在去队尾排队，半个小时就能做上检查的。”我认为自己说的已经够明白了，可没想到我话音一落，老太太的脸色骤变，前一秒还慈眉善目，下一秒就凶相毕露。“你好狠的心！”她猛地拍了一下轮椅扶手，然后捂住胸口，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。“儿子，我胸口好疼，都是这女人害的。”她指尖颤抖地指着我的鼻子，嘴巴大张着，一副马上就要背过气的样子。走廊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，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摇头叹气，有人甚至朝我投来了谴责的目光。可依照我多年临床的观察，他说话中气十足，根本没事。但黄薇不管这些，她急红了眼，那眼神好像恨不得当场杀了我。
他一步跨到我面前。你知道我们今天约了谁做手术吗？全球顶尖的罕见病专家江晓东教授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资源才约上他给我妈做手术的吗？今天你要是耽误了我妈的手术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黄薇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动。他说完这句话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。而我愣住了。他口中那位全球顶尖的罕见病专家，原来这老太太是我的病患。见我不吭气了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怕了。这下傻了吧？这老太太是江晓东教授的病人，她得罪得起吗？谁不知道江晓东教授很难约？别说约他做手术了，就连见上一面都是奢侈。能约到江晓东教授做手术的，都是非富即贵。据说江晓东教授直接有挑战性的疑难疑症，他这要是耽误了老太太的病情，就算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。我听着这些夸张的话，有些无奈的抿了抿嘴唇。其实我给人看病，从来不看对方的身份。这次回来做手术，也只是因为朋友相托难以推诿。再加上这个病人的病症确实罕见，手术难度极高。如果我不亲自出马，他只能眼睁睁等死。而我平常为了避免应酬和社交，很低调。可没想到，这种低调在别人眼里居然成了神秘。是不是快吓尿了？黄薇双手抱在胸前，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。还不赶紧给我滚！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平静。我就是江晓东。空气静谧了几秒钟，然后笑死我了！听到他说什么没有？他说自己是江晓东。整条走廊再次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哄笑声，有人笑得前仰后合，有人笑得直拍大腿，一个站在旁边嗑瓜子的大妈笑得瓜子都掉了一地。哪儿来的神经病啊？走错科室了吧？他应该去检查检查脑子才对呀。江晓东教授，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男人啊。他一个愚蠢无知的家庭妇女，居然说自己是全球顶尖罕见病专家江晓东。就是撒谎也不编个像样点的。你说你是护士也行啊，上来就说自己是江晓东，这也太能吹了吧！嘲笑声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我站在原地，面色沉静。我是谁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。黄薇笑得最大声，她笑够了之后，抹了一把眼角笑出来的泪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看你这个穷酸样，连给江晓东教授提鞋都不配，还不如我家的一条狗。”他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劳力士，你不光耽误我妈做检查，还玷污江晓东教授，简直罪大恶极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围观。我要是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以后让我黄薇的脸往哪里放？今天你和你女儿必须跪下给我妈道歉，否则这件事没完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你敢？这天底下还没有我黄薇不敢的事儿，给我跪下！妈妈，我爸……妮妮再也忍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两只小手死死地搂住我的脖子，小脸埋在我肩窝里，身体抖得像风中的树叶。乖女儿别怕，妈妈在。我死死护住女儿，剧痛从膝盖蔓延开来，像一根针猛地扎进骨头缝里。我吃痛的闷哼一声，一条腿没挺住，咚的一声，单膝砸在了地上，疼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忽然，一个浑厚稳重的中老年男音从人群外传来：“江晓东教授莅临我院，谁敢对他不敬？”那声音我认识，是院长。得知院长来了，我顺势从地上站起来。妮妮在我怀里抽泣，小脸哭得通红。我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心里不由松了口气。院长来了就好。这些人愚昧无知，但是院长作为本院领导，应该对我有所了解。虽然我已经离开这家医院6年了，但我的名字，我的身份，我当年在这里留下的那些东西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我拉着女儿，径直朝着老院长走去，脚步因为膝盖的疼痛而有些跛，但我努力走得稳当，脸上甚至挤出了一丝礼貌的微笑。可院长直接掠过了我，他几步跨到了黄薇面前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、讨好的笑容，恨不得把她供起来。他伸出双手，热情的，甚至有些卑微的握住了黄薇的手。黄董，哟，原来是您啊！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我的手僵在了半空，
伸出去的那只手，五指张开着，像一截被人遗忘的树枝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院长那张笑成一朵菊花的脸，脑子里嗡的一声。女儿无助又害怕地搂住了我的腰，我机械地伸手摸了摸她的头。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我只觉得荒诞至极。黄薇下巴一抬，语气里满是教训下属的傲慢。院长，不是我说，你这院长不太称职啊，管理不善。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，还敢冒充江晓东教授？就是他，你看着处置吧。院长原本谄媚的笑容顿时收敛了起来，他转过头来看向我，那张脸上的表情像翻书一样快，狠得像要吃人。哪来的傻子，给我轰出去！他说完，又满脸堆笑地转向黄薇。黄董别生气，别因为他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黄薇冷笑一声，双手抱在胸前。哼，想不影响也可以。他顿了顿，眯起眼睛。轰走这个女人之前，声音里带上了一层威胁的意味，让她磕头给我妈道歉。李院长，这件事你要是处理不好，我答应捐的那栋楼可就资金不足了。李院长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他转过身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哪来的疯子，居然敢冒充江晓东教授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连我都没资格见的人，你也配？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摁住，磕头道歉。话音刚落，4、5个穿制服的保安就从走廊两端冲了上来，他们个个人高马大，膀大腰圆，几步就围到了我面前。我皱紧眉头，动我，你们别后悔。我出门带了证件，可以证明我就是江晓东，是你们医院的特聘专家。说着，我飞快地从外套内袋掏出了我的身份证。我把身份证举到李院长面前，亮出上面的名字和照片。他眯起那双老花眼，把身份证举到眼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。江晓东。他念出这3个字的时候，声音明显抖了一下。我想我的证件信息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。可下一秒，李院长双手一掰，把我的身份证折成了2半，塑料卡片断裂的声音清脆的刺耳。他把2半身份证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他冷哼一声，脸上的表情重新变得凶狠。全国重名的人多了，别以为你跟江晓东教授重名，你就也是罕见病专家。他转头看向保安，大手一挥，别废话了，给我跪！保安们对视一眼，然后同时朝我围了过来，一双双粗糙的大手朝我伸过来，像一张正在收紧的网。妮妮吓得尖叫起来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小脸煞白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抵上了冰冷的墙壁，无路可退。眼看着保安的手就要抓住我的胳膊，等等！声音在走廊里炸开，像一颗子弹。所有人都被我这一声镇住了。李院长的表情僵在脸上，就连黄薇都愣了一下。我的目光从他们脸上逐一扫过。你们信不信，我一个电话就让手术取消？全场再度一片死寂。几秒钟后，黄薇爆发出一声狂笑，那笑声又尖又响，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。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就凭你一个废物！他笑得弯下了腰，一只手撑着膝盖，另一只手指着我，手指都在抖。他妈妈黄老太太更是笑得奸诈。她从轮椅上探出半个身子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，嘴角挂着一种老谋深算的笑。小丫头，现在唯一有资格取消手术的，除了江晓东教授本人，就是他的助手 Miss 陈，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利，懂了吗？你知道 Miss 陈吗？他可是哈佛大学医学系的高材生，他这样的顶尖人才，也是挤破头才有资格做江教授的助手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露出一个毫不掩饰的轻蔑表情。你再看看你，浑身上下一股穷酸样。你老公知道你在外面这么丢人吗？当心他不要你了。一番话下来，在场众人全都笑出了声。这个精神病等一下不会说自己认识 Miss 陈吧？这可真是今年我听到最搞笑的笑话。可真能吹牛！哎呦，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手术取消？好怕怕哦！爱吹牛的我见得多了，牛皮吹这么大的倒是头一次见。嘲笑声一浪接着一浪，像潮水一样涌过来。
要把我淹没，可我一点都不慌。我站在人群中央，怀里抱着妮妮，膝盖上带着刚才跪地时磕出的淤青，但我脊背挺得笔直，下巴微微抬起，眼神坚定的像钉子一样钉在他们脸上。一个稚嫩的带着哭腔的声音从我怀里响起，我妈妈没有说我。妮妮从我肩膀上抬起头来，小脸上还挂着泪痕。Miss 陈就是我妈妈的助手，她没有工作的时候还负责陪我玩呢。妈妈说了，Miss 陈是工作和带娃的一把好手。我5岁的女儿不忍心看我继续受辱，鼓足了勇气，顶着气鼓鼓的小脸蛋站出来为我说话。我欣慰的伸手要去摸她的头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跟你妈一样就会说大话。听到她羞辱我女儿，我压制已久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了。你们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在走廊里炸开，笑声戛然而止。他不过是个5岁的孩子，而且他从来不说谎。我挺直了脊背，把妮妮往怀里搂了搂，满眼戒备地盯着他们。这可说不好，小孩子最会撒谎了。况且有你这么个撒谎精的妈，能教出什么好孩子来？人群里有人接了一句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所有人都听见。我垂着的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。你们不信，我可以现在打电话给 Miss 陈。说着，我一手抱着妮妮，一手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翻出了小陈的号码。我按下拨号键，打开了免提，电话接通了。小陈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：老大，怎么了？小陈，下午的那场手术取消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然后小陈开口了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讶：老大，真要取消吗？他的病很罕见，全球只有你能做，也只有你成功过呀。你要是不给他做，他就只有等死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闭了闭眼。曾经出国读医的时候，我发过誓，一定要救死扶伤，做一个好医生。那个誓言我记了10几年，也践行了10几年。可这次我要违背誓言了。确定取消？小陈愣了愣。行，老大，我这就通知他们。电话挂断，我收起手机，面容严肃地盯着黄薇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手术已经取消了。黄薇愣了1秒，然后不屑地嗤笑一声：哪儿找来的演员？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他妈妈更是自信满满，靠在轮椅上。儿子，别被他唬住了，他也没那个本事。可下一秒，黄薇的手机响了，他低头看了一眼屏幕，脸色微微一变。是 Miss 陈打来的。他立刻收起那副嚣张跋扈的表情。Miss 陈，还有什么事儿没嘱咐的吗？您放心，术前禁食、禁水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侧过身去，声音里带着讨好的意味。还有，我为了感谢您，特地准备了一个大红包，您可千万笑纳。江晓东教授什么时候到？我亲自去接。有生之年能见他一面，是我的荣幸。他絮絮叨叨还想继续说什么，可手机那头，手术取消。黄薇的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，屏幕朝下，砸在地砖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灰白，嘴唇哆嗦着，眼睛瞪得滚圆，瞳孔里满是不可置信的惊恐。黄薇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他疼得龇牙咧嘴，但他顾不上疼，像触电一样弹坐起来，手脚并用地爬过去捡起了手机。Miss 陈，他的声音变了，不再是刚才那种嚣张跋扈的腔调，而是带着哭腔的、近乎哀求的声音。手术不能取消呀！您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跪在地上，手机贴在耳边，声音越来越急，越来越慌。定好的事情怎么能取消呢？这个刚才还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男人，此刻跪在冰冷的走廊地砖上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活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。原本还幸灾乐祸的黄老太太，在听说手术取消后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什么？腿一软，直接从轮椅上滚了下来。不行啊，不能取消！他趴在地上，两只手撑着地面，指甲抠着地砖的缝隙，声音尖利的刺耳。为了找到江教授，我们家花了千万疏通关系，这才搭上全球罕见病协会这条线，不能就这么断了呀！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我老太太还想再活几年呢。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眼泪混着鼻涕呼了一脸，皱纹里全是泪水，坐在地上直拍大腿，那只翡翠镯子磕在地砖上，发出当当的脆响。
但是小陈身为我的助手，是不会违背我下的死命令的。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得罪了江教授。总之，我只是通知你手术取消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说完，小陈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Miss 陈 ，Miss 陈，等黄薇再打过去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没人接。Miss 陈，他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。第3遍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黄薇的手开始发抖，她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，盯着屏幕上那个没有接通的电话，整个人像被人抽走了魂一样，瘫坐在地上。然后她猛地抬起头来，眼睛里迸发出一种疯狂的、近乎偏执的光。她死死地盯着我，声音嘶哑的像砂纸磨过喉咙。都是你！你施了什么魔法吧，让江教授取消了手术？你这个乌鸦嘴！我低下头看着这个跪在地上的男人，我以为取消手术，他就能长点脑子，能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能明白什么叫尊重，什么叫因果报应。可没想到他已经蠢到了这种地步。我冷笑一声，嘴角弯起一个弧度。因为我就是江小东。原本那点对病患的仁慈，此时也早就消磨殆尽了。走廊里人群的议论风向终于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真是江小东？江教授不是男的吗？但是他真的打了一个电话，手术就取消了。不可能，会不会是凑巧？黄薇听到了人群中的话，眼睛猛地亮了起来。她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从地上弹起来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执拗。没错，是凑巧，肯定是凑巧。她双手握在一起，指节捏得发白，嘴唇哆嗦着。我再去求求江教授，肯定能行。我加钱，我加10倍，不，加100倍。我看到他一脸不甘心的样子，摇了摇头，嘴角挂着一丝冷冷的笑。不用了。我顿了顿，然后一字一句的，像在念一份病历一样，清晰的说出了下面这段话：你妈的资料我都看过了，是蚀骨症，全身骨骼硬化，随时可能骨折，十分痛苦且手术难度极高。国内的医生没有可以胜任这个手术的，全球只有我一个有成功案例。我说完这句话，走廊里安静的能听见日光灯管的嗡嗡声。黄薇的脸色彻底黑了，从灰白变成了死灰，嘴唇从哆嗦变成了完全合不拢，眼睛瞪得像2个铜铃，瞳孔里满是恐惧和绝望。你真的是江小东教授？看到他灰败的脸，我知道我已经不用再证明了。我笑了笑，低头亲了亲妮妮的额头，然后抱着她转身。走，妮妮，妈妈带你回家，检查我们不做了。我的声音很轻。妈妈请医生朋友来家里给你看，这里环境十分令人堪忧。说话间，我看了李院长一眼，他半秃的头几乎埋到土里了，脖子缩着，肩膀塌着，整个人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老鼠。他甚至没有勇气抬头看我一眼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，好像地上能长出一朵花来。我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走廊里挤满了人，有病人，有家属，有护士，有保安。墙壁上的白漆有些斑驳了，叫号屏幕的边角磕掉了一块，候诊椅的皮面裂了几道口子。我不禁叹了口气。当初创办这家医院的时候，我们怀着一腔赤诚，一心救死扶伤，想做成国内最顶尖的医院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走廊里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我失望地瞄了李院长一眼。黄薇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你把这里管理得很差。我的声音变得冷硬起来。当初我作为这家医院的创办者之一，医院站稳脚跟后，我就去了国外深造，没想到居然落到了你这种人手上。李院长听到我这话，双腿开始发颤，他的膝盖在裤管里抖得像筛糠，脸上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地滚下来，顺着下巴滴在地上。江教授，我……他的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完整。我抬手示意他闭嘴。我会给其他的创始人打电话罢免你。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，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你不适合当这个院长，往后回家养老吧，别出来危害社会了。说完，我抱着女儿就要走，刚转身就听到身后扑通，李院长双膝跪地，膝盖砸在地砖上。江教授，不知者不罪呀！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老泪纵横，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泪水。我哪知道鼎鼎大名的江教授这么年轻，还是个女人。他跪在地上，双手撑着地面，额头几乎贴到了地砖上。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呀！您要是这个时候罢免我这辈子的名声可就毁了，会成为行业的耻辱的。李院长一把年纪，哭得稀里哗啦，
鼻涕和眼泪呼了一脸，可我始终没松口。最后是女儿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角，用奶声奶气的声音问：“妈妈，你会原谅李爷爷吗？”乖女儿，你要记住，有些错误是没办法原谅的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妈妈这次要是原谅了他，那以后受伤的就是那些看病的病患。女儿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然后冲我露出2排小白牙，甜甜一笑。妮妮永远都听妈妈的。听到这话的李院长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没机会了，他眼前一黑，身体晃了晃，然后咚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，晕了过去。我给保安递了个眼色，过来，给你们院长抬走，等他醒了就让他回家吧。我的语气平淡的像在安排一台普通的手术。此时，我的铁面无情已经让围观的病患家属们阵阵倒吸凉气。他真的是江教授，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江教授居然是女的，还这么年轻，我天，简直是我的偶像！刚刚差点冤枉了人家。黄威这下算是踢到铁板了，再有钱又怎么样？人家不给你做手术，就只能等死。黄威听到这些话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愣在原地站了好几秒，脸上的表情像走马灯一样变换着，从震惊到恐惧，从恐惧到绝望。他直接跪下来，跪在我面前，2只手扯住了我的裤管。江教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这种蠢货计较，还让村。我冷眼俯身看他，刚刚你跟我说话，可不是这个态度。他苦笑，那张脸扭曲的像一张揉皱的纸。我给您磕头了，给您磕头了，求您救救我妈妈！他说着，真的把额头磕在了地上，咚咚咚，一声比一声响。算命的说了，我妈是我家的福星，没了她，我生意也要跟着一落千丈。我站在他面前，低头看着他磕头的样子，心里毫无波澜。然后我一脚踢开了他的手。抱歉，我要去度假，没空做手术。我抱着女儿回了国内的临时住所。那套房子在京郊的一个安静小区里，是我出国之前买的，一直没舍得卖。屋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妮妮一进屋就四处乱跑，像一只出笼的小鸟，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窜来窜去。妈妈，这个房子好小呀。小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比我们美国的房子小多啦。那妮妮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有妈妈的地方，妮妮都喜欢。她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我蹲下身把她抱起来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国内的儿科专家收我所托，都十分高兴能上门帮忙。我在圈子里虽然低调，但人脉还是有的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半个小时内就有3位儿科专家赶到了我家。妮妮经过一番详细检查后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有点水土不服，加上长途飞行疲劳、免疫力下降引起的低烧和咳嗽。那位头发花白的儿科教授摘下听诊器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江教授，您女儿身体底子不错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我开点调理的药，吃2天就没事了。”听说女儿没事，我这才深深地松了口气。送走几位专家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抱着已经睡着的妮妮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。妮妮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，小脸蛋上还挂着刚才玩耍时留下的红晕。我看着她安静的睡颜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这些年在美国拼命工作，拼命做研究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站在这个领域的顶端，能够有足够的资本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可当我真的站到了这个位置，却发现有些事情不是你有能力就能解决的。当天晚上我就订了国外的机票，夏威夷，阳光，沙滩，海浪。我想带妮妮去好好休息几天，把今天这些糟心事全部忘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收拾好行李，叫了辆车，直奔机场。去机场的路上，妮妮坐在我怀里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小孩子就是这样，昨天还在发着低烧，蔫蔫的像一朵被太阳晒蔫的花，今天一听说要去看大海，立刻就精神了。妈妈，我们要去看大海吗？对呀。可以堆沙堡吗？可以。可以捡贝壳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我笑着捏了捏他的小鼻子。出租车在机场出发层停下，我付了钱，抱着妮妮下了车，正准备去取后备箱里的行李箱。江教授，一个嘶哑的
带着哭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转过身去，是黄薇，她仍然推着轮椅，轮椅上坐着黄老太太。但短短1天时间，这2个人的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黄老太太的脸色极差，蜡黄的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，整个人缩在轮椅上，像一具被抽干了水分的干尸，再也没了昨天那副嚣张跋扈的样子。黄薇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她胡子拉碴，眼圈漆黑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，领带歪到了一边，好像一整夜都没有睡过觉。见到我的那一瞬，黄薇和黄老太太的眼睛都亮了，那种亮不是看到希望的光，而是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时的疯狂。黄老太太拖着病体，猛地从轮椅上往外扑，她直接从轮椅上滚了下来，身上的骨头因为蚀骨症发出阵阵脆响，她疼得满头大汗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，砸在地上。江教授，求您看在我这一把老骨头给您下跪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他趴在地上，2只手撑着地面，指甲抠着地砖的缝隙，一点一点地朝我爬过来。每爬动一下，他的脸上就会抽搐一下，他眼眶通红，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，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喉咙。黄薇更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江教授，您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给我妈做手术？他的声音在发抖，嘴唇在发抖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您说要多少钱，我掏空家底儿都给您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更加嘶哑。我不能没有我妈，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是我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啊，我不能不管她。他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砸在地上，印出一小块深色的印记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长跪不起。我冷笑一声，低头看着他。既然你喜欢跪着，那就跪着吧。说完，我抱着女儿，拔腿就要走，但下一秒，黄薇猛地扑过来，再次扯住了我的裤管。她抬起头来看向我，眼底迸发出一丝阴险的光，那种光像一条蛇，冰冷而狠毒。江教授，您要是不答应我，可就别怪我心狠。说完，他猛地往我身上一扑，同时扯开嗓子大喊：江教授，江晓东教授，亏你还是个医生，居然见死不救！他的嗓门大得像喇叭，声音在候机大厅里炸开，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。这里正巧是候机厅，人是最多的。很快，一群人就围上来看热闹。黄老太太见状，眼珠微微一转，立刻开始跟儿子打配合。大家伙儿快来看看，著名罕见病专家江晓东见死不救呀！王威医生，我们跪下求他，他都不肯给我做手术，就想眼睁睁看我老太婆死掉。他哭得凄惨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配合上他那副病恹恹的样子，立刻引发了围观人群的怜悯。这老太太真可怜，病得这么严重，还要跪下求人家。这个医生真没医德，这种人还当什么医生？应该从医学界赶出去！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对我爆发出熊熊怒火，议论声、指责声、咒骂声混在一起，像潮水一样涌过来。黄薇跪在地上，见我不说话，用仅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跟我耀武扬威。江教授，你最好现在就答应给我妈做手术，而且必须治好我妈，否则……他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个阴冷的笑。我让你身败名裂！我低头看着他，眼底没有丝毫慌乱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黄薇以为我会屈服，以他的认知，一个医生最怕的就是名声受损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，一旦被扣上见死不救的帽子，职业生涯基本就完了。网络暴力就是这样，不管你有没有理，只要被拍了视频，只要被发到网上，就会被无数人审判，而审判你的人根本不会在乎真相是什么，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情绪有没有得到宣泄。可他没想到，我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他咬咬牙，狠狠心，对着人群喊道：大家快看，这就是全球著名的罕见病专家江晓东。他的声音又尖又响。这个人根本不配做医生，他见死不救，跪下求他都不行。一番话下来，黄薇虚伪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，他哭得声泪俱下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演技比专业演员还好。他的眼泪说来就来，像装了水龙头一样，开关一拧就哗哗的往下淌。围观人群里，甚至有人跟着一起抹起了眼泪。我被千夫所指，成了众矢之的，但我不慌不忙。我抱着妮妮，
用极为无辜的眼神望着黄威，眨了眨眼睛，一脸天真的问：“这位先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我不是什么江晓东教授，我就是个带孩子的家庭妇女。”我眨巴着眼睛，表现得无知又天真，甚至还在脸上挤出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。黄威狠狠一怔，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。在他的认知里，一个人被当众揭穿了身份，要么承认，要么否认，但否认的时候一定会心虚，一定会露出破绽。可我的表情太自然了，自然得让他产生了一瞬间的自我怀疑。你胡说什么？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急得脸都红了。你怎么能不承认呢？你就是江晓东教授！我苦笑一声，歪了歪头，一脸无辜地说：“你听听这名字，江晓东，应该是个男人的名字吧？”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再说了，鼎鼎大名的江晓东教授怎么可能穿得像我这么朴素？也不能这么年轻。像他这种在业界这么有威望的人，怎么也得有50、60岁。我一边认真解释，一边看向我女儿妮妮。妮妮也机灵得很，她从我肩膀上抬起头来，对着围观的叔叔阿姨们奶声奶气的解释：“各位叔叔阿姨，这位叔叔真的认错人啦！”她的小手比划着，表情认真的像个小大人。我妈妈真的是全职妈妈，她只负责在家照顾我，不是什么教授。妮妮的声音软软糯糯的，带着小孩子特有的奶音，每一个字都像是裹了一层棉花糖。她的眼睛又大又圆，黑白分明，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，一脸认真的对着人群解释。原本还半信半疑的围观群众，在听到小奶娃都这么说后，立刻就信得七七八八了。这女的有可能撒谎，但是小孩子不可能撒谎啊！这小娃娃这么可爱，一看就不像会撒谎的孩子。这位先生，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，认错人了？听到这话，还不等黄威说话，黄老太太就先急了，脸上的皱纹因为愤怒而扭曲。我儿子怎么会认错人？昨天在医院，就是他不让我儿子插队。他的声音尖利的像指甲划过黑板，然后说自己是江晓东教授，就一句话就把我原本定好的手术给取消了。黄老太太一提起昨天的事，仍然是义愤填膺，唾沫横飞。她越说越激动，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却不知自己的话里已经产生了漏洞。插队，搞了半天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最讨厌插队的人了。这种人的话就更不能信了，万一是想碰瓷儿呢？有人开始动摇了，但也有人站出来替我说话。大家也别妄下结论，万一说的是真的呢？插队毕竟是小事儿，人命是大事儿，就算再有仇，也不该见死不救啊！一番话下来，再次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我抬起头来，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我有证据证明我不是江晓东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，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，像一颗一颗珠子落在玉盘上。我也不叫江晓东。黄威冷笑一声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。我昨天刚看过你的身份证，你就叫江晓东，你还想抵赖？见死不救就是见死不救，解释什么？他以为自己抓住了我的把柄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自信。我笑了，不慌不忙地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身份证，昨天刚补办的。大家看好，我叫姜薇。我把身份证举到众人面前，亮出上面的名字和照片。崭新的身份证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，上面的照片是我昨天刚拍的，头发扎得整整齐齐，表情端庄而平静，名字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2个字：姜薇。身份证上也叫姜薇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江晓东是谁。我把自己的身份证展示给众人看，甚至还特意在黄威面前晃了晃。黄威不敢置信地瞪圆了眼睛，他一把将我的身份证夺过去，双手捧着，凑到眼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姜薇。他念出这2个字的时候，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，每一个音节都带着颤抖，带着不可置信，带着一种被彻底击垮的绝望。然后他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扑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的声音嘶哑的像是要裂开。不可能！你居然改名字了！江晓东，你太卑鄙了！我皱起眉头，表情无辜而困惑。我说了，我不是江晓东。况且卑鄙的不是我，而是他们母子2人，一个用插队来彰显特权，一个用下跪来博取同情。最后发现这些都不管用了，就开始用道德绑架，用舆论威胁。这一套组合拳，他们打得行云流水，显然不是第一次了。围观人群也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开始讨伐黄威和黄老太太。你们真认错人了，快放人家走吧，人家根本不是医生，就是一个宝妈，何必为难人家呢？再不走就把孩子吓坏了。妮妮做事也开始抹眼泪，小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哭的那叫一个可怜。我知道她这是配合演戏呢，
黄威和黄老太太见到没人信，彻底慌了。黄老太太强忍着身体骨折的剧痛，趴在地上，挨个去扯围观群众的裤腿。他真的就是江晓东，我们没有认错人呀！你们不信可以上网搜，江晓东很有名的，是全球罕见病专家。在场群众面面相觑后，开始低头掏出手机上网搜索。结果在我预料之中，那就是查遍全网，也根本没有我的消息。因为我平时很低调，把自己保护得很好，没有照片，没有采访，没有社交媒体账号，我的名字只出现在学术期刊的论文作者栏里。这是我在这个行业立足多年学会的生存法则：不被看见，才不会被攻击；不被定义，才不会被绑架。的确有位江晓东是罕见病医生，但没有照片啊！你怎么确定是这个人？况且人家都说了，江晓东大概率是个男的。看到大家都站在我这边，我满意的微微一笑。这位先生，你现在可以让我走了吧？我的声音温和而有礼，像个真正的有教养的家庭主妇。我的航班就要起飞了，再不让我走，我可要报警了。跟我一样候机的围观人群也站在我这边。快让人家走吧！要是报警，我来作证。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之下，黄威只好不死心的松开了手。我抱着妮妮，提着行李箱，在人群的注视下，大步流星的走向安检口。登机之前，我接到了小陈打来的电话。老大，您真的改名了？小陈的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。我点头，一边排队安检，一边低声说：昨天火速改的，正好旧的身份证已经被李院长给扔了，补办的时候顺便改了个名字。小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然后由衷的感叹：您真是狠人。我轻笑一声：少贫嘴，往后接手术之前最好打听打听人品，这种人我不治。小陈知道是自己的失职，当初接下这台手术的时候，没有对病人和家属进行背景调查。他连连点头：是，老大。挂断电话，我抱着妮妮过了安检，找到了登机口。妮妮趴在我肩膀上，小声问我：妈妈，那个叔叔还会来找我们吗？我亲了亲她的额头。不会了，我们去看大海了。妮妮举起2只小手，欢呼了一声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跟妮妮到处旅游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阳光真好，生活真好，我几乎把国内那些糟心事全部忘光了。直到1个月后，小陈又给我打来电话：老大，有个瓜你吃不吃？我抱着妮妮在夏威夷的沙滩上晒着太阳，太阳镜架在鼻梁上，手里端着一杯冰镇果汁，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咸的味道，把遮阳伞吹得微微晃动。什么瓜？小陈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，但语气里满是痛快。黄老太太死了，听说黄威散尽家财给她找国内的医生手术，结果没有一个能做好这个手术的，最后死在手术台上了，听说全身的骨头都断了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黄威也破产了。我听完，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。阳光照在脸上，暖暖的，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咸的味道。妮妮在旁边用小铲子挖沙子，嘴里哼着幼儿园学的儿歌，她的歌声断断续续的，像一条欢快的小溪在沙滩上流淌。我淡淡的说：早就猜到会是这样。蚀骨症的手术难度极高，患者的骨骼硬得像石头，但也脆得像石头。手术中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，骨骼就会碎裂，而碎裂的骨片会像刀片一样刺穿血管，刺穿神经，刺穿所有能刺穿的东西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能驾驭的手术，甚至不是一个普通的专家能驾驭的手术。全球范围内真正成功过这个手术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小陈听到我淡然的语气，再次佩服的感叹：老大，还得是你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。行，一言为定。我淡淡一笑：行了，别打扰我，继续晒太阳了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把身体往沙滩椅里陷了陷。妈妈！妮妮跑过来，手里捧着一把贝壳，眼睛亮晶晶的。你看，我捡到好多贝壳。她张开2只小手，掌心里淌着5颜6色的贝壳，真漂亮。我伸手把她拉过来，在她沾满沙子的脸蛋上亲了一口。妈妈，我们明天还来海边吗？来。后天呢？也来。大后天呢？大后天也来。我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妮妮高兴地蹦了起来，手里的贝壳洒了一地。她在沙滩上转着圈，2只手举过头顶，像一只快乐的小海鸥。我笑着看她欢呼雀跃的样子，伸手拿起旁边的果汁喝了一口。远处的大海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，海浪一层一层地涌上来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。海鸥在天上盘旋，发出清脆的叫声。真好。